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1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68.95，收盘价是169.1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69.82，最低价是在166.56。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20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8896.50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 倍量缩。KD 值，开口变小，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增大，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短期多头趋势。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蜻蜓线。蜻蜓线通常如果出现在低档，它是止跌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如果是出现在相对高档的位置，那么它是止跌的信号 K 线。那在5月9日的这根蜻蜓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上涨后的回档中。那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那下方在5日均线值是遇到支撑，上方在20日均线值是遇到压力，那收盘价是收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那说明股价在盘中跌深之后遇到了支撑，但是呢收盘价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那这样的信息啊，说明股价下行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因此呢，我们从 K 线上解读，就是股价后续呢有可能会继续向下。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那么当各条均线值成为支撑的时候呢，那股价也很有可能上行。所以出现在这个位置的蜻蜓线啊，实际上给出了后续股价走势的不确定性。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收盘价在170.5附近。另外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突破，向下突破是收盘价在168，向上突破收盘价会在176。实际在5月9日收盘价是在169.15，那股价是出现了向下突破。那我们预测向下突破的点位是在168，虽然和实际发生有点位上的差别，但是它的本质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的收盘价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下行。那对于5月1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下行，它的第一个目标，我们认为依然是160，跌破160就是要瓦解自4月27日以来的头高底高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一旦160被跌破呢，那我们说股价将重新回到短期的空头趋势下行。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52。
那么152，我们会看到它是自2月16日以来这个头低底低的空头趋势的第2个底，那也就是跌破它将会维持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的走势。对，那如果股价继续下行呢，我们说接下来将是138，甚至是前面的前低，也就是101.81这个底。好，这是股价的下行。在这里我们想补充说明一下，在我们视讯当中说的底，那152，我们说在我们这个分析的思路当中，它并不是底，它是这样一个空头趋势，也就是确认这个空头趋势的第2个底，所以说它是一个标志。那么这个位置是很容易被跌破的。我们会看到股价现在出现了向上的回升，如果不能突破趋势线，那么很容易在这个地方遇压而继续下行。如果遇压继续下行呢，那152是很容易被跌破的。因此152不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底。对，那在目前我们说到5月9日，股价收盘价是在169.15，对于目前来说，我们的底应该是在101.81。那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作底呢？因为如果股价后续下行跌破了101.81呢，那我们会看到将会维持自2021年11月4日，也就是说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的从这个位置开始的一个下行的这么一个，或者我们说叫空头趋势。对，所以我们会把101.81称为底，也就是这个位置是不容易跌破的。那么好，这是我们对底的概念的一个定义。那么这个定义仅是从我们分析思路来定义的。对，好。那么我们说股价后续下行的目标是160、152。好，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如果上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7，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并且呢要突破这条趋势线。那这条趋势线呢，我们是采用的2月16日和3月22日2根 K 线的最高，是以它定义的趋势。那我们会看到3月31日它是突破了这条趋势线的，但是呢，以目前我们过来看，那这个突破它是一个假突破。我们会看到，除了这根 K 线之外，其他所有 K 线的收盘价均在这条趋势线的下方，所以这条趋势线呢，的角度，我们认为应该是2月16日和3月22日这2个高点定义的。所以我们说股价向上的目标177，除了回补缺口以外，还有就是要突破这个趋势，然后呢继续上行。好，这是我们把177设为第一个目标的原因。那如果股价突破177继续上行，那接下来的目标是192，站上192就是要收复自4月12日以来这一波下跌。我们说这一波下跌实际上是确立了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也就是这一波下跌呢，它跌破了3月13日，也就是第一个底，然后出现了第2个底，
来确立了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所以股价上行第二个目标一定是要收复这一波的下跌，所以我们把192定为第二个上行的目标。那么192如果被站上呢，那接下来上方还有207和217。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想再补充说明，那什么时候152将成为我们分析思路当中的底呢？也就是股价如果出现上行，只有站上217之后，那么我们才可以把152称为底。对，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底。好。所谓的再说所谓的这个底，它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对，目前152不是的。好，那我们说股价上行的目标177、192，然后在5月10日盘中，我们要关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167到168之间。对，所以呢，这条水平线我们不变，依然放在167，也就是5日均线值的下限。那在盘中我们要关注它，就是说股价如果是在盘中能够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呢，那很可能股价会收在高点，会为后续股价上行打好基础。如果在盘中股价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运行，那我们认为很可能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2根 K 线的下行的走势。对，收盘可能会收在低位，所以我们在盘中要关注167。其实出现这样的走势和这样的线型啊，那在5月10日它的开盘价将会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是高开盘，20均线值、5日均线值都将会成为支撑，包括这根蜻蜓线的最高都将成为支撑，会有利于推动股价的上行。但是如果出现了低开盘，或者出现了一个跳空的低开盘，在2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的下方开盘，那我们说一定会有空单进入，然后呢，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大幅的一个下行。当然，前提是如果没有多方力量介入的情况下，对。所以5月10日的开盘将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以上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目前依次来说有2个持仓。第一个持仓是在4月27日收盘价160附近5%进场抢反弹，目标是165。那在之后3个交易日的盘中都是到达165的。如果没有出场，那这个抢反弹的仓位会继续持有，那它一定是要等待加仓做多的。那在5月5日，我们又给出了，如果继续持仓，在5月5日收盘价170，是10%加仓进场，然后对，目标当然是173。那么如果173没有出场呢？目前这样的仓位是继续持有的。在5月9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166，那么这个仓位没有被止损出场，依然是持有的。那到了5月10日，我们要继续给出
止损位，因为这个仓位还没有盈利。那止损位我们将要从原来的166提升到167，也就是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这是对于这样一个仓位的操作。那么在5月9日收盘价的这个位置，我们说是否可以加仓？那在技术上我们说是不可以的，因为它缺少一个指标，就是收盘价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所以这样一个指标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收盘价是不可以加仓或者是进场抢反弹的，所以到5月10日我们给出止损位是167，这是第一个仓位。那么之前如果没有进场，我们在5月5日收盘价170，也还给出了进场抢反弹5%进场抢反弹，然后目标是173。如果在5月8日盘中173没有出场，继续持有，那也是要等待加仓做多的。那在5月9日也是没有被止损出场。到5月10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和前面那个仓位是一样的，是在167，我们守5日均线值。好，这是我们对2个仓位的描述和说明。这是多头。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在5月10日开盘之后，我们认为会有空单进场，尤其是如果出现低开盘或者跳空的低开盘，那么会有空单的加仓，如果是这样，那么空单的进场，他们的目标就是160，然后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173，也就是我们在之前给出的回补位是177，那么空头将会提升到173，它会守这个缺口的上沿。好，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说明。那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跳空的高开盘，如果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那股价一旦上行去触碰到这个缺口，甚至会站上这个趋势线，那我们说会瓦解一部分空单，有可能会促使后续股价的上行。好，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10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170，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这个缺口173到177，第三个压力位是183，是4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它们分别是5日均线值在167到168之间，20日均线值是从168到169之间，也就是前高。那我们说不是前高，是前一日 K 线的收盘价。所以我们把它合并，第一个支撑是从167一直到169，在这个地方。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下方的缺口是从162一直到164，162到165，然后
接下来的第3个支撑是160，就是这个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2个可能。那第一个可能，那这2个可能呢，我们认为都是并列的。那么它取决于5月10日的开盘价。好，我们先说第一个可能，如果当日是高开盘或者跳空的高开盘，那股价将会出现上涨，那么它最低会回踩到168.5，上方最高会到达173，收盘会收在171附近。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股价的上行。好，这是第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呢，是下行。下行我们要给出2个点位。好，我们给出下行的第一个点位，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68.5，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164，收盘会收在165.5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8.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个下行。好，那另外一个点位呢，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在167，最低下方会回补这个缺口，将会到达162，然后收盘会收在163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下跌。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1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